神舟号此次的任务来到星联边界，调查星际信号检测站被损坏原因。通过大规模的扫描，发现一未知的文明建筑位于前方的陨石地带。神舟号身形庞大，从而无法前行，就此大错。黑姐麦克穿上宇航服，准备近距离查明并数据分析此路。黑姐麦克看着无尽星空，便说道：“准备好了。”一套行云流水的轻功便到了建筑面前。黑姐麦克看着这宏大而又古老的建筑，心中无比感慨，有着复杂的纹路，外表似金属又似岩石。黑姐麦克刚刚落在其表面上，建筑开始缓缓升起双翼。忽然警告响起，黑姐麦克一转身看到，身穿黄金战甲的战士正在恶狠狠地看着。通过扫描得知，眼前的是克林贡人。黑姐刚想介绍，对方挥起手中大刀砍向黑姐。黑姐麦克一个向前推去，结果一不小心克林贡人被自己的武器戳死。由于撞击导致黑姐麦克出现昏迷，不由自主地在太空漂流。被自己武器戳死的克林贡人被安排了后座。克林贡人在带领者的怒吼下一起如同狼群般看到月亮一样。黑姐麦克此时躺在医疗舱接受治疗，脸上出现不同严重的灼伤，醒来不顾身上的伤，来到剑桥告知杨子琼，对面是克林贡人，开启红色警报，使用相位炮对准那个建筑。杨子琼深信黑姐麦克话，用相位炮瞄准那座建筑。硕大的一艘古老的飞船出现在神舟号面前，飞船中这位领导者又开启下班动员大会，俗称加班，问到谁愿意加班。上次加班的那个亲属在哪？亲属顶撞的告知我不愿语气狗日，为什么每次都要在下班的时候说？突然有一个人说我自愿加班，解释到家中房贷车贷压力山大，不得不加班。为了表示加班的决心，把自己手放在火上烤。小编在这里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看着受伤的手，告知你很荣幸获得了这次加班的机会，希望你对得起这份加班，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你是没有加班费的。便把1米多长的大刀给了他，对着众人喊道：“加班自由！”克林贡人发动大量的攻击，造成神舟号出现大量光照，十分耀眼，还发出震耳欲聋的声波，使得神舟号众人十分难受，紧急降低噪音。黑姐麦克劝说杨子琼要先下手为强，对于克林贡人来说，实力才是谈判的筹码。克林贡人现在发射的光束声波是在呼叫其他克林贡人，现在就要击毁眼前的这艘。杨子琼不接受这个要求，二人单独交谈。黑姐麦克说道：“我们必须现在出手，不然舰船上的所有人都要死。”杨子琼安慰着黑姐麦克不用担心。就在此时，黑姐麦克出手掐晕了杨子琼，走出会议室便直接下令攻击。就在出击的那一刻，杨子琼摇晃身体走了出来，拿着手中的枪指着黑姐麦克。此时光束消失，众人看向舰外的情况，数十艘战舰出现在神舟号面前，克林贡人的24支部落全部潜逃。黑姐麦克因袭击上级，违背了指挥系统，被杨子琼罢免并关押禁捕。黑姐麦克空洞无神的眼神，深知已经解救不了舰船。24支部落首领全息投影，质问着眼前喜欢画饼的乌马。乌马则看着眼前的24人，开始了一顿吹嘘，讲述着未来会是这样又会是那样，画着一张巨大的饼。小编也是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信了。乌马继续告知，我们必须摧毁人类的星联，只有这样我们在宇宙中才能肆意妄为。随后星联众多舰船也前来，乌马继续挑唆着这些首领，不能和平共处，要打出来让星联知道我们的厉害。随即大战一触即发，克林贡人率先开火。黑姐麦克从击晕中醒来，看着破损的甲板，神舟号损伤严重，动力系统完全瘫痪，即将与眼前的陨石撞击。一股强大的引力束缚拉住了神舟号。上将看到双方伤亡惨重，决定议和。乌马表面上答应了上将的合议，此时的他驾驶隐形飞船欲将上将的舰船引起，上将的舰船随即发生爆炸。乌马高兴地看着眼前24人，炫耀着这张大饼画得怎么样。24人随后欢呼道。禁闭舱的黑姐麦克不想坐以待毙，便于人工智能讲述大道理，让其释放自己。最终人工智能妥协了，并释放黑姐麦克，便起身一跃，从禁闭室跳到主舰船上。杨子琼决定准备采用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法，被黑姐麦克打断并否定。就在二人准备商讨出新的方法时，看到克林贡人用引力束缚收回飘落在宇宙中的尸体，瞬间一个大胆的计划诞生，将一枚炸弹传送到一具尸体体。一场爆炸在克林贡人的舰船上绽放，杨子琼与黑姐麦克随即传送过去，准备活捉乌马。黑姐麦克准备带回杨子琼的尸首，却被瞬间传送回舰船上。黑姐麦克无比伤心，就差一点点的距离就可以带回来。乌马心中不甘，自己好不容易才搞起来的事业，才刚当上不到2个小时的老大，含恨而终。神舟号由于动力系统瘫痪，无法摆脱双子星的引力牵引，舰员全部选择弃舰离去。
在星联联邦审判室中，接受着审判的黑姐麦克被剥夺军衔并判终身监禁。6个月后，黑姐麦克眼中无神地坐在一艘运输船上，即将前往图伦星系中挖矿。此时，一艘飞船出现在面前，用引力束缚牵引着运输船登舰。运输船上的众人看着这艘刚刚出生产线的舰船，兰德里看着眼前的4人，欢迎来到星联星舰发现号，简单介绍自己是这艘星舰的安全顾问。4人被押送着前往食堂。黑姐麦克看到神州号的凯拉，打了一声招呼。对方似乎看到鬼一般，眼神躲开，转身离去。周围的人都拿着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但是丝毫没有在意这些的黑姐麦克，淡定地走向刚刚同来的3人处，其中2人不屑的眼神看着缓缓坐下的黑姐麦克，出言挑衅并起身动手。然而一瞬间，2人便失去战斗力。兰德里举起枪指着黑姐麦克示意松手，随后带其来到舰桥上见舰长，再次见到萨鲁，萨鲁却缓缓转身，黑姐麦克便进入舰长室。这位新的舰长说着一些让黑姐麦克听不懂的话，黑姐麦克还是主动问道：“为什么我现在在这艘船上？我本应转移到另一所监狱。”舰长敷衍地告知：“有任务需要你罢了。”黑姐麦克换了一身衣着，刚一出门便看到萨鲁等候。2人浅浅的交谈后，来到工作地，被安排在整理一些代码。这一整理便整理到夜晚。第2天，众人被安排前去姐妹号格伦号搜集资料。Run! For engineering! 众人跑进工程部门中躲避。黑姐麦克拿起相位枪，对着怪物开了几枪，转身进入管道中。怪物紧追不舍。黑姐麦克嘴里不停地念着，小编也不懂，可能是家乡的诗歌，跳进穿梭机中一声快跑。黑姐麦克穿上这身崭新的军服，看着镜像的自己。此时蒂莉进门看着新装的麦克，表示比刚来的时候穿的囚服帅多了，准备带沃克回到家族中，会给沃克提供最大的支持，但是要付出代价。沃克想了想，自己现在本来就什么都没有。麦克拿着一罐包子前来看望水熊虫，毕竟帮助舰船解决这次重大事件，还是要犒劳一下。麦克打开牢门，关切问道：“还好吗？”水熊虫缓缓地吸食着包子，麦克还是决定打开杨紫琼寄给自己的箱子。箱子随即开启了全息投影，播放着杨紫琼生前就准备好的留言。麦克静静地看着眼前自己再也见不到的人，对自己最后的留言。留言结束后，箱子缓缓地打开，展现出的是一件陈旧的望远镜，以便麦克探索这宇宙的秘密。麦克从噩梦中猛然地醒来，却听到蒂莉的呼噜声打得一阵一阵的。第2天一早，麦克找来医生，简述着水熊虫目前的状态，再生能力极强，但是每次空间跳跃他都会非常暴躁，而最近他似乎意志消沉，还有点点抑郁。医生从麦克的描述中大概了解一下眼前的水熊虫，可能出现的是精神不振，如果他继续表现如此，可能会郁郁而终。从星际空间站的联邦会议中出来的卢卡坐着运输船准备回到发现号时，却探测到一股曲速信号出现在前面，随后一艘巨大的克林贡人的第7战舰在其上空以引力束缚牵引着运输船。卢卡急忙来到船尾，拿起2把相位枪，将一把递给飞行员，并做好战斗准备。船尾大门打开，一瞬间双方开始打斗，最终还是因寡不敌众而落败，飞行员被其杀害，卢卡舰长被活捉。醒来之后，在监狱中看到星联的人，2人简单的进行着交谈。卢卡知道这个士兵叫做泰勒，是耶格尔号上舰员，上次与克林贡人大战之后被捕，如今被关了7个月之久。之所以泰勒活得这么久，是因为被这艘敌舰的舰长看上。卢卡想从泰勒嘴中了解这艘舰船的状况，然而泰勒一问3不知。一直装睡的大胡子起身，吃着自己宠物从泰勒手中抢来的食物，吐槽着星联如果不是你们随意开战，搞得星际如此动乱，因为你们我的一切都毁了，还不是星联过于嚣张跋扈。突然牢门打开进来，直接想抓住卢卡。泰勒想要阻拦，却被推开，掐住卢卡的脖子走了出去。发现号史斯、蒂莉、麦克3人准备研究能够代替水熊虫的物质，利用 DNA 相同序列来进行操作。由于小编生物学知识了解不足，因此参透不了他们所表达的学识，一不小心暴露小编知识储备不足。由于卢卡对光的敏感，这艘敌舰舰长决定给卢卡安排一场强光浴，来治疗卢卡的眼疾。发现号依旧探寻着卢卡的生命坐标，锁定卢卡的大体坐标后，萨鲁决定启动空间跳跃。跳跃完成后，水熊虫进入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状态。史斯和蒂莉看着其不断变成球状。当克林贡人再次进来时，卢卡与泰勒决定不再坐以待毙，选择主动出击，一顿暴打击毙2个克林贡人，却不准备救助大胡子并把他关了起来。泰勒还是由于长时间的食不饱饭，从而导致体力不济。卢卡让其躲好自己前去寻找出路。就在卢卡走后不久，敌舰舰长看着泰勒表示：“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乖，我们在一起都7个月了。”泰勒想到这7个月被眼前的克林贡娘们玩了这么久，心中忍无可忍，便冲过去想打死这个恶心自己的克林贡娘们。其在其身上挥舞着拳头，发泄着这7个月来的不爽。突然一个克林贡的士兵准备偷袭泰勒，
卢卡及时赶到并击毙。那娘们一记头锤击猛了泰勒，卢卡一枪击伤了克林贡娘们的脸。小编不理解为啥不上去补一枪干掉呢？卢卡与泰勒驾驶着一艘敌方舰船跑了出来，对方则紧追不舍。萨鲁在发现对方有一艘舰船行驶奇特，沟通之后得知的是卢卡舰长，便立即传送二人回到舰船上，便再次进入空间跳跃。众人来到科技部，看到史斯躺在反应舱中，萨鲁观察着史斯的脉搏。史斯突然醒来，大声欢笑，他的实验成功了。突如其来的爆炸使得飞船脱离曲速空间，漂浮在宇宙中。麦克与蒂利刚刚结束晨跑，来到食堂吃早餐时遇到了泰勒。麦克陷入一种无神的状态，缓缓起身，却感受到腹部剧烈疼痛，疼痛的感觉愈发的强烈，使得麦克疼痛难忍的倒地。一瞬间看到了自己的养父，刹那间麦克回到自己毕业典礼的现场。养父沙瑞克看到出现在自己意识了麦克，一掌将其打出了意识。麦克突然苏醒，大喊着自己养父的名字，告知现在是因沙瑞克出事，因与他灵魂共用，所以能够感受到痛苦。麦克祈求卢卡能够前去救援。由于空间跳跃的完善，发现号随即来到出事的星云。目前星云体积过于庞大，导致探索信号难度加大。麦克决定尝试与沙瑞克进行灵魂交流，但是星云辐射干扰因素过于强烈，便找到史斯，希望能打造信号增强装置。发现号的孢子引擎所需的孢子不能进入星云，只能依靠穿梭机进入星云。卢卡给泰勒下来了一个命令，把麦克安全的带回来，带不回来的话就不用回来了。来到星云的出现事故的地方，麦克带上信号增强器，躺下后告知蒂利，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不要叫醒我。麦克再次进入沙瑞克的意识中，这次麦克主动叫住了沙瑞克，二人没有多少言语，直接开始用瓦坎人的格斗技术打斗。麦克节节败退，穿梭机上的蒂利看到麦克十分难受，便还是关闭装置。麦克大口喘气的醒来，醒来的麦克质问为什么要叫醒我，不想再与其争辩，准备再一次进入意识空间。二人还是无需多言，直接开始格斗。这次麦克轻松取胜，并问道：你到底有什么秘密在隐藏？得知当初自己明明有机会加入瓦肯远征队，但是被沙瑞克把这次机会给了自己的儿子史波克。麦克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把自己养大的父亲，因为他的这次选择让麦克一直陷入自责中，认为自己对不起沙瑞克教诲。就在此时，沙瑞克的伤势不断加重，倒在了地上。麦克还是利用瓦坎人的心灵感应强烈唤醒沙瑞克。从昏睡中，沙瑞克醒来，打开了求救信号。麦克看望沙瑞克后表示，我们应该有一场父女之间的真心谈话。上将决定代表沙瑞克来进行和平谈判。然而克林贡人却从未想过和平，只不过想要利用沙瑞克来要挟瓦坎人共同对付星联。但是万万没想到没有抓到沙瑞克，现在抓到星联的一名上将。念发现号举行狂欢晚会来放松舰员长时间的疲惫。然而我们的女主麦克今天居然破例的参与这项活动。对于瓦坎人来说，这活动无异于浪费时间，没有任何逻辑可言。就在麦克与泰勒有进一步发展时，被传唤到剑桥上处理事务。在电梯处，麦克与史斯发生碰撞。史斯自从与水熊虫的基因融合后变得十分异常。来到剑桥后，在太空中发现一只巨鲸。由于联盟的规定，对于受伤的外星物种必须给予治疗，将巨鲸传送到舰船停机坪处。麦克亲自来为其进行检测。此时巨鲸张开巨口，有一个戴着头套的人出来并击杀停机坪的舰员。让卢卡和泰勒没有想到的是，眼前戴着头套之人正是当初在克林贡监狱中的大胡子。大胡子严厉表示，我就是来摧毁你已经有舰船，而且还会一次又一次的杀掉你，还表示这次就算了，下次我一定会干掉你，再见。说完之后拿出遥控器并按下，一瞬间舰船发生爆炸，一刹那又回到了狂欢晚会，依旧是在麦克与泰勒进一步发展时剑桥呼叫。在电梯口处，史斯拦截麦克，表示时间不多了，我们都在这里见过面，还在最后提醒到小心巨鲸，一切皆是因为巨鲸。到达剑桥后，二人便听到萨鲁说到外边的生物是巨鲸，二人很疑惑地看着对方，便决定亲自检测巨鲸。突然系统通知孢子引擎被启动，来到科技部看到大胡子喝着咖啡，想要了解孢子引擎到底是如何运转。突然史斯出现在背后将其击毙，看着麦克和泰勒表示现在他也无能为力，留下一句我们还会再见的话，接受引擎过载导致爆炸。一刹那间再次回到晚会，史斯主动找到麦克，解释到现在星舰有危险，我们困在一个时间循环当中，反复重复着相同的30分钟，我们可能会死，但是一旦过了30分的时长，我们又会重新开始。看到麦克不幸的脸色，又郑重的便是不要质疑现在我的说的每一句，我们也不要在这浪费每一秒，不然我们离死亡只会更近一步。麦克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史斯，表示到你应该去医疗室中看一看。史斯接下重复着麦克说的每一句话，打断了麦克接下来的话，让其跟他走，表示会为其解释清楚。史斯表示我现在一个人根本阻止不了他，而且他迟早会知道孢子引擎的用法。史斯掏出通讯器后看了一眼时间，便说到时间不足了。一刹那再一次回到晚会中，这次史斯直接来到晚会找到麦克，表示一定要从泰勒口中都知大胡子消息，从而阻止大胡子的时间循环。麦克最终以失败告终。又回来了，麦克这次主动的找上泰勒，了解到大胡子的信息，他有一个时间晶体，从而来操控时间。在剑桥上找到大胡子，
开枪却被能量护墙挡住。大胡子无情嘲笑后，轻轻地拿起暗物质球丢向泰勒，瞬间泰勒感受到无比疼痛，缓缓倒下，在暗物质的吞噬下渐渐消散。麦克十分痛心，看着眼前的自己所爱的男子渐渐消失，便准备上去干掉大胡子。萨鲁急忙拦住，表示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大胡子对着众人道：“告诉孢子引擎如何运转，不然我一个一个的瓦解掉。”史斯看不下去了，便主动表示我是开启孢子引擎的关键。大胡子随即传送2人到科技部进去孢子引擎操作，现在获得了发现号的控制权，并还拥有孢子引擎技术，决定把其卖给克林贡人，从而结束战争。麦克找到大胡子，想让其再次重新重置世界，表示我现在比这艘飞船更值钱，因为我杀了他们最开始的领导者乌马。克林贡人是最在乎荣誉的，所以得到我比得到这艘飞船更值钱。大胡子看着麦克，如同看到巨大的钱袋子，是非常非常多的钱。麦克为了救回泰勒以及整艘舰船，主动吞下了暗物质球体而后消失。大胡子十分气愤，犹豫片刻后还是决定重置世界。大胡子不急不慢地来到剑桥，而麦克等人都做好了准备，等着大胡子上钩。卢卡主动地让其位置，众人一顿拍马屁，给大胡子夸得迷失自信。卢卡提出条件，舰船和麦克都归你，让我与其他舰员安全离去就行。大胡子的重置时间的装置在过了30分钟后没有启动后便自动消失，大胡子失去了重置时间的能力。麦克夺得大胡子的配枪，告知事情的前因后果，并告知你的老情人来接你回家。麦克与泰勒2人尴尬地站在一起等电梯，然而史斯把2人的跳舞、接吻都告知。泰勒伤心地说道：“我只是很伤心，我们错过了初吻。”自从星联与克林贡人全面开战之后，星联的舰船总是被克林贡人偷袭，加之克林贡人拥有着最新的隐身技术，导致星联目前的技术无法发现，从而损失惨重。此时加加林号舰船遭遇多架克林贡舰船的攻击，呼救在附近星域的星联舰船支援。由于发现号拥有孢子引擎，可以空间跳跃，一瞬间前来支援，为其减少伤害。由于克林贡人的隐身技术，导致2艘舰船陷入混战。此时克林贡人同时攻击失去驱速引擎的加加林号，发现号驶入克林贡舰船与加加林号之间，为其挡住对方等离子鱼雷，然而却只挡住了一发鱼雷，另一发鱼雷还是击中加加林号，并在众人眼前击毁。加加林号的陨落对于发现号的战局不利，随即下令使用空间跳跃离开战场。跳跃到安全地带后，卢卡告知舰员们会有时间让我们哀悼，但是不是现在，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卢卡来到准备室中与上将吐槽，该星域的其他舰船都去哪？永远都是我们在到处支援。上将无奈地表示，胡佛号、穆拉克号和加加林号是一起的，但是都遭遇了偷袭，而且都被摧毁。卢卡无奈地叹气，并接受其他舰员的牺牲。上将继续说，现在科尔家族拥有了隐身技术以及几大家族的效忠，也就是说现在的克林贡人的每一艘舰船都将会有隐身技术，到时候攻击我们将易如反掌。所以现在你们在帕沃的首要任务也就是星联第一要务。卢卡表示他们现在就在帕沃星球上，保持着无线电静默状态。来到帕沃星的3人看到了此次任务的目标，便立即向其前往。目标相当壮观，好像是从地面直达天际，希望能够充分利用目标来为其扭转战局。3人即便以最快的速度前往，也需要1日的时间。随后准备休息调整状态时，周围传来不一样的声响，3人立刻警觉起来，看向四周，一团非生命体的能源缓缓地在3人面前汇聚在一起。3人相互看向对方，但是都似乎并不知道眼前是何物。随后萨鲁将手中的枪关闭，并交给泰勒，表示枪口朝下，缓缓走向前向其问好。就在问好之际，周围已经被团团围住，似乎想要拦住3人的去路。通过简单的交谈之后，3人在其友好指引下来到一处豪宅，为其提供今夜的休眠。提供的豪宅相当完美，以及简著称。萨鲁来到外边与其本地生物交流，然而豪宅内的2人经过交谈之后开始交流。之后3人以天为被袭睡。第2日清晨，一缕阳光照进，萨鲁十分奇怪的举动引起了2人警觉。在其走后，2人觉得此事不简单，展开了激烈讨论，但是还是在以大局为重的前提下，麦克妥协。泰勒表示我来拖住他，你继续完成任务。麦克看到近在咫尺的通天柱，随即来到其身旁安装增强装置。装置还在启动时，萨鲁还是赶到并试图暴力拆解。麦克想尝试拦住，但是被一脚踹飞，随后捡起枪对其开枪，将其击退，持枪质问着你到底在做什么？这就是你做的和谐和平吗？如果是我的话，我愿意选择用一切去换取哪怕是1分1秒的和平，都是值得的。但是这场战争没有彻底结束，谁也得不到一丝和平。萨鲁似乎并不相信其说的话，还是准备向前摧毁装置。就在此时，能源体带着泰勒前来阻止行为。麦克通过一番大道理的讲解，使得能源体心动，对着通天柱加强了信号。发现号得到了其信号，便随即传送3人回去。萨鲁的心智因出现了问题，便前往医疗室中接受治疗。麦克2人来到剑桥汇报着下面的情况，然而突然从帕沃星发出来2道信息，一道发送给发现号，而另一道发送到克林贡人的舰船。似乎帕沃人想要让其当面结束这一切。由于帕沃星人对外发送的2道消息
上将也随之发来消息告知，发现号必须立即撤退。目前星联最核心的技术在舰船上，为了保住星联最后的希望，放弃帕沃星。卢卡反驳道：“难道要牺牲一个帮助我们的种族来保全自己吗？这不是现在的星联该有的做法。”上将打断了卢卡的话，继续说：“你们在帕沃的任务是为了帮助我们获取至关重要的优势，而不是让你毁了目前星联最重要的核心技术。我们已经开始召集最顶级的科研人才来破解克林贡人的隐身技术。”随即没有商量的语气道：“立刻马上离开此处。”说完就结束通话。卢卡下令立即进入曲速空间，为其争取到3个小时的时间，利用空间跳跃回到帕沃星上空。而此时克林贡人等候多时缓缓现身，麦克二人就是在等克林贡人关闭隐身装置后传送进入。二人来到船尾仓库中安装解码装置，小心翼翼地躲开巡逻的克林贡人。就在准备安装另一个装置时，探测到人类的信号。二人根据信号得来到一处密室中，麦克看到了上将，而此时泰勒看到了折磨了他7个月的莱瑞尔，被折磨的画面不断出现在脑海中。瞳孔中散发出无比恐惧。麦克看到此场景，随即开枪击到了莱瑞尔，来到泰勒身边安慰后，便将其放在上将身边。看到其状态之后，也察觉现在泰勒无法帮助自己，悄悄地来到船头安装最后的装置。安装好后，便开始了发现号的计划，利用高频率的空间跳跃来收集隐身的数据。但是高频率的空间跳跃让史斯十分难受。麦克得知对方要利用曲速离去，看到数据还未能收集完全，便选择主动出击。麦克自信满满的出来表示：“你抢了一艘不属于你的舰船，很光荣吗？不，你是一个懦夫，还是一个没有参加战争的懦夫。”科尔反问道：“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麦克继续道：“我就在现场，而且我就是杀了乌马的人。”还表示就算现在你抓住我，也代表不了你的荣誉。科尔在这样的言语下，选择与麦克决一死战。拖延的时间终于让其完成得到对其隐身的算法，便开始传送其回到舰船上时，密室中莱瑞尔醒来，直接勒住泰勒的脖子，便已被传送。麦克在得到消息后，便抢回来属于舰长的徽章，然后纵身一跃，消失在空中。随即发射所有的等离子鱼雷，摧毁了这艘象征克林贡人荣誉的舰船。一朵美丽的烟花在其面前绽放。回到剑桥的麦克看着手中的徽章，想起了姥姥。即便做了这样的好事，上将则表示道：“上面会给你们颁发奖励，但是现在发现号必须回到安全区内，到星际基地46号报道。”史斯在高强度的空间跳跃之后，还是决定选择再一次为舰船上的舰员进行一次空间跳跃，并安全带其回去。但是这次似乎出现在一处奇特的空间，周围到处都是舰船的碎片残骸。舰船上众人看着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突然一艘小型舰船来到其面前，二话不说就直接开炮对了上去，反手一个制裁将其做人。在另一边工程部处，史斯因最后的空间跳跃导致出现昏迷，眼球泛白如同濒死状态，通过对其周围物质扫描得出一个结论。众人面露惊恐，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来到另一个宇宙中，但是还是及时调整状态，对其周围进行探查，派出小型采集船去收集漂浮在附近的残骸舰船中的数据模型。泰勒主动选择前去，然而就在其接近之时，脑海中被折磨的画面不断浮现。靠着舰船上麦克呼喊中回了过神来，回过神的泰勒则表现出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稳住了心神后开始了此次的逼飞，用那颤抖的手开始了切割，缓缓地卡住了那颗致命的核心数据。回到舰船的泰勒找到那个折磨他7个月的莱瑞尔，质问到：“你当初在舰船上对我做了什么事？”莱瑞尔缓缓走到牢门前，一脸得意：“我们做了许多事，而且都是在一起做。”泰勒不敢相信自己与眼前的女人曾经当过。在莱瑞尔的蛊惑下，泰勒下意识地打开了灯，突然眼前一黑，泰勒从幻境中醒来。从幻境中醒来的男人下意识地拿起枪走向牢门，用枪指着问道：“你到底对我的头脑以及灵魂做了什么？不说的话，我就开枪打死你！”激动的男人用枪抵住其头，之后脸贴脸的互相喘着粗气。清醒过来的男人推开并关上了牢门，害羞地离开。通过收集起来的数据发现，现在处于一个人族的宇宙中。人族帝国是一种压抑有排外的种族主义文化，就像当今的恩国一般，想着主导整个世界。为了能够安全地在这个宇宙中活下去，选择扮演这个宇宙的发现号。众人开始更换勋章以及服饰，从而完全的融合。由于通过数据得知这个宇宙的发现号的舰长居然是蒂利，蒂利换上了这个宇宙舰长的服饰，也对舰船的外观进行些许的改变，让其更符合一性。麦克找到舰长表示：“现在你我二人，一个神州号舰长生死不明，一个布兰号舰长在逃人犯，在舰船上没有身份的4人。通过数据上发现有另一艘舰船也出现在这个宇宙中，而且这艘舰船还是宪法级别的，它不是通过空间跳跃来到此处，
这要我们找到那艘舰船的是如何来此，我们也就可以以相同方式回去。但是由于数据在神舟号舰船上，麦克等人决定利用其身份回到神舟号上获取这一信息。泰勒来到医疗室找到修进行检查，修则告诉的结果是已被切开4肢，缩短了桡骨、股骨以及你的脊椎。泰勒反问道：“你想说的是什么？”修则继续道：“目前理论上来说，你的骨骼上出现了新的人格，克林贡人改变了你，而且还是由内到外。据我目前所知，你已经不是你了。”泰勒脑海中出现一种奇怪的声音，随后身体如同被控制般扭断了修的脖子。随后换上新装来到传送室，表现出一种心虚，没有过多的解释，只是简简单单的表示自己迟到了。随即3人利用其身份成功来到其舰船上，麦克押着自己的犯人走，周围人都不敢多看一眼，对其心中无比的畏惧。众人来到电击房，看着周围人都在做着电击疗法，还贴心的为其卢卡准备好了 C 位。安置好卢卡后，2人准备来到剑桥上时，在电梯中开始以言语试探对方。简单的试探后，掏出腰间的匕首刺向麦克，双方开始为了舰长之位争夺。麦克还是一刀捅死了他。好巧不巧的是，电梯刚好到达剑桥上，一下子给剑桥上的众人来了一个下马威。麦克走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座椅上，缓缓地坐下，在众人的欢声下接过舰船指挥，舰船也随即进入曲速空间离开此处。回到房间的麦克卸下身上厚厚的着装，就在放下戒心时，突然被吓了一跳。泰勒悄无声息地站在房间内，2人互相安慰着对方，渐渐地进入佳境。而此时我们的卢卡却感受着电击疗法，那边打着扑克，而这边则接受着电击。经过一夜的交战，2人在床上依偎着双方。就在2人再进一步时，突然有人打扰，2人急忙分开，如同被发现捉奸般。来到剑桥上不久后，便接受到一道命令，摧毁眼前星球上的一个火狼反抗组织，而且一个不留。麦克还是保留着原本宇宙中人性，选择亲自潜入对方基地。随即麦克2人传送到星球表面，还准备聊一聊今晚的事实。一顿炮火的袭击似乎是来欢迎2人的到来，那准头是不是过于菜了，一下都没打中。对方停火后，麦克选择举手投降，表示我们可以谈谈，将手中的枪放在地上表示诚意。随即带领2人来到一处空地上，一瞬间显现出一座中不溜的基地外貌。来到基地后，看到是由荣誉为尊的克林贡人指挥的组织，麦克很是不解道：“我需要你们其他据点的位置，而且我保证你们足够的时间撤离。我背叛人族选择帮助你们，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要你解释，你是如何统领这支跨越不同种族的队伍，让每一个人都团结一心的共同战斗？”火狼便解释道：“人族的敌人就是我们的盟友，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而结盟。”泰勒体内的克林贡人人格在听到火狼的言语，违背了克林贡人的最高荣誉所随即冲了上去，想要终结眼前违背荣誉的火。然而几招下去没有打过对方，还险些被干掉。在麦克的极力劝解下，对方才选择放过泰勒。随后2人拿到资料后便被赶出来。回到舰船上的2人来到房间，泰勒的人格渐渐被替换，一幕幕被肢解的画面出现在脑海中。看着神情变化的人，麦克知道现在的他不是泰勒。性情大变的泰勒拦阻麦克的去路，由于深爱着眼前的男人，麦克迟迟未下手。就在麦克犹豫不决时，泰勒打掉了其手中的枪并掐住脖子。麦克想要反抗，然而对其只是徒劳。就在即将被掐死时，萨鲁扒开了泰勒，看着被带走的人，心中还是悲痛。在人族的秩序中，谋杀舰长是要被判死刑。麦克选择亲自动手送其一程，随后走出来，一种悲伤涌上心头，但是又不能表现出来。就在太空中即将死去的泰勒被传送回到发现号上，舰船上还是发现了泰勒杀害了修医生证据。萨鲁依旧按照星联法律来判断生死，将其关闭到禁闭室中等离开这个宇宙中再进行定夺。就在为星球上的反抗军争取时间时，一艘舰船便直接摧毁了星球。麦克还在惋惜未能为地面的反抗军争取更多时间时，人族皇帝的出现让麦克大吃一惊。这是他心心念念的人，而且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真是他。麦克押着千辛万苦所抓获的罪犯卢卡前来觐见人族皇帝，还是看到了自己思念已久的老杨。老杨为了表示让其选择一个凯尔比人作为奖励，此时的麦克并不明白此话含义，但还是选择最主义，将罪犯卢卡押上前，随即被老杨一顿暴打，让其生不如死的活着。为了犒劳麦克的功绩，让其共进晚餐，卢卡换了个地方继续感受着电击疗法，然而另一边则享受着丰盛的晚餐。麦克还表示晚餐相当不错，老杨的一句话直接让麦克差点吐出来。晚餐用的就是麦克选择的凯尔比人做成的，老杨还亲自喂其一块最美味的骨头。麦克强忍着反胃，硬生生的吃了下去，还表示你太慷慨了。就在此话一出，老杨平静的言语句句带着刺般道：“为什么离开我？”麦克不敢置信的看着老杨会问出这种话，自己现在不就回来了吗？老杨继续道：“给了你一切，最好的教育，享不尽的财富，甚至给了你一艘属于你的舰船。”老杨缓缓起身来其身后，将刀架在脖子上。为什么你从来都不满足现状？我也知道你已经与卢卡合谋，想来夺取我的位置吧。麦克还想解释一番，但是老杨一点也不相信此事。
随即叫来守卫押着去会议室对其进行审判，准备亲自动手以叛国罪处决。麦克心中无比悲伤，此时的老杨已经不是自己认识的老杨，如同女王般的人掏出那把100多厘米长的大剑，做好了准备砍头的架势。审判着被押上来的麦克问道：“你可知罪？你所犯的罪行被判定为死刑，由我亲自处置，你还有什么遗言要说的？”麦克恶狠狠地盯着既熟悉又陌生的老杨，伸出脖子表示你有本事就砍下来，但是深思熟虑后还是决定表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你的麦克，我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我口袋中有你能够相信的答案。”老杨看着手中的徽章，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不敢相信地看着手中的东西，随即杀掉了现场除了自己心腹的所有人，把这个秘密保留在此，不想让这里的事让其他人知晓。二人挑明了身份后，麦克想要获得老杨的帮助，表示：“我就只是需要挑战好来到这个地方的坐标。”老杨表示道：“那艘舰船不仅导致时间异常，还让舰船上的所有舰员出现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麦克难以置信地听到这个消息，也代表他们不能通过那种方式回去。老杨疑惑地问道：“为什么你和你的舰员没有出现这种状况？”麦克还想有所隐瞒，但是看着老杨，还是告知我们利用孢子引擎空间跳跃来到此处。老杨听到还有其他引擎技术，随后二人便达成交易，用引擎草图换取发现号舰船上舰员的资源。突然，老杨表现出趋光的动作后，麦克问道：“你也会对光有敏感？”老杨则告知这就是你我2个宇宙中人类最大的区别。麦克似乎想到了什么，通过一步步的回忆发现，卢卡也对光十分敏感。麦克终于知道这一切的巧合，而是他一步步算计好，靠近自己就是为了回到这个宇宙中，登上这艘舰船。他就是这个宇宙中的人，而此时在牢狱中的卢卡已经挣脱了束缚。二人拿枪直接闯进来，好像在寻找什么。看着桌上的物品，就证明了他还在。环看四周，空无一物。突然一处显现异样，卢卡一把深入，便掐住史斯的脖子揪了出来，随后表示道：“我还要感谢你帮助我完成我的任务，要不是出卖了我并破坏了我的正殿，我被追杀时躲进一片离子风暴中，进入到平行世界中，把你为皇帝研发的生化武器给我。”随后一阵阵的毒气透过换气管道传送各处，在生化武器的洗礼下，皇帝的亲卫大多数死在其下。老杨为了防止麦克打断自己的计划，将其关闭到禁闭室中，麦克则不想坐以待毙，便动手反抗。一顿卡卡乱打之下，躲进一处鬼洞中。老杨选择亲自出马，抓住这个叛乱者，带领仅剩的亲卫团出马。在一处过道中，双方开始正面交锋。在外力的加持下，老杨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在人数上来说，老杨落入下风。一颗闪光弹直接给老杨的人干没了，随即打不过就跑，毕竟好汉不吃眼前亏。咱的麦克则龟缩在一处管道中，利用信号尝试着连接发现号，终于接通，并告诉萨鲁，舰长和他们一样都是人族，利用我们和发现号跃进自己的宇宙中。舰船上的众人都难以置信听到这一消息，麦克让其离开此处，越远越好。说完便中断人群。二人相互拥抱着，表现得十分亲密。女人便利用掺的功夫打得想要倾国自己的男人毫无还手之力。麦克随即捡起地上枪指着说道：“你要是跟我说你要回家，我们本就可以帮助你回来。”卢卡心中明白自己失败了，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麦克保留着人性，选择不杀，然而一把利剑刺穿了卢卡的身体。就这样，反派就领了盒饭。随后不久，卢卡的追随者前来为其报仇。老杨看着如同女儿般的麦克，选择为其争取时间。麦克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族皇帝会说出这样的话。老杨看着不信自己话的麦克，表示：“我是战败的皇帝，注定是会死亡的。但是就算这样，我也要在这高高的皇位上战死。”说完便走下去，捡起枪架住门口，拦住想要冲进来的人。为其争取时间传送，麦克躲在一处开始进行传送，不知心中对元宇宙中老杨愧疚还是其他的。麦克不忍心让其就这样死去，直接跑去抱住老杨。就在此时，二人被传送离开，这给老杨搞了个大大的懵逼。在准备进入空间跳跃时，顺便摧毁了人族公园，通过爆炸的推力进入空间来进行跳跃。众人在一阵一阵的颠簸下回到了原本的宇宙，但是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跳跃超前了9个月。众人不敢相信这样的结果，打开通讯企图能够联系上星联的人，但是迟迟未得到回应。随即调出此时与克林贡人的战局情况，看到星联的疆域被克林贡人蚕食的几乎殆尽，望着这个地图，也就表示克林贡人几乎要赢得此次战争。霎时间，舰船上出现许多持枪之人，让原本舰船上的众人一脸懵逼，这是要自己人搞自己人吗？星联的上将与瓦肯老沙在得到安全之后也传送而来。随后舰船上核心的几人来到会议室中进行了解。上将得知卢卡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时，表示很难相信。继续到9个月前，发现号就被克林贡人摧毁，而且我亲自看到其残骸。萨鲁解释到，那艘舰船是人族的舰船，当时我们相当于调换位置一样。上将调出战况数据后继续讲道，在这9个月中，克林贡人不停地对其加入星联的势力星球以各种方式来进行摧毁。上将还是决定回到星联1号基地，为了保住星联最后的希望。毕竟发现号拥有着相当超前的孢子引擎技术，还拥有破解克林贡人隐身技术的所能。就在到达之后，就发现星空中漂浮着残骸。然而当调出1号基地画面时，上将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1号基地拥有着数艘舰船，不至于如此弱败。
发现有舰船在扫描其自身，选择立即离去，进入曲速空间来进行躲避。众人商讨如何才能让星联在此次战役中获胜，决定利用发现号的空间跳跃跃进克林贡人的母星，从而准确地收集所需要的数据。为了保证任务能够完全成功，上将选择利用人族皇帝老杨作为发现号临时舰长。在一处狭隘的街道处，4人传送而来，随后来到一处很标志性的建筑场所中。由于画面过于劲爆，以至于麦克二人只能相互对视。不忍直视的二人来到赌场，看有没有情报可以收集。而老杨这边享受生活的快乐，则地利不知所措的到处乱逛。充满好奇的打开的箱子，发现是一枚小型氢弹。地利立即联系麦克，还没说几句话，就被享受完快乐的老杨打晕了过去。麦克二人找到地利，得知神殿之下就是一座活火山，只要将氢弹投入其中，这座星球将不能再有生物能够生存，这才是原本的计划。麦克找到老杨，表示你现在立刻关掉引爆器。老杨说到，这枚炸弹关系的星联与克林贡人的未来，现在我手中有着起爆器，你我二人联手争霸这片星。麦克并不想与其为伍，准备硬抢，但是老杨似乎早有准备。麦克知道硬抢不行，换个套路，到用你手中的起爆器换取，否则你就杀了我儿女，接下来的余生会被星联追杀。老杨看着女儿般的麦克，还是下不去手，选择放弃，最后选择将这个掌握克林贡人命运的起爆器交给瑞尔。结束之后，老杨选择获取自由。泰勒由于自身的身份，也无法在星联继续待着，选择帮助莱瑞尔登基为克林贡人的统领者，也变相的保证了克林贡人与星联不会再次战斗。这场战争就此结束，星联得以重新发展，重建星域空间基地。发现号也准备迎接属于他的新舰长，但是就在前往的旅途中，被执行外出5年的企业号。派克来到舰船，表示由于企业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今星域中出现了7个奇特的红色信号，我们无法知道这些信号代表着善意还是恶意。为了探明这些信号的意图，上面派我前往调查，为此特意调动发现号来进行协助。那么现在我们就前往这个最开始的信号点。随即飞船进入曲速空间前往，脱离曲速空间进入到一处小行星碎石带中。由于小行星的过多的辐射干扰，导致无法进行扫描，只能通过高清相机360度无死角的对齐拍摄，却发现在一块巨大的陨石上有一艘星联舰船，却无法进行通讯联系。派克选择前去营救，毕竟不能抛弃任何一位星联之人。派克4人决定使用着陆舱前往救援。由于队伍中的自大狂不听从麦克的指令，自以为是的觉得自己可以，然而就在下一秒导致自己被直接完成，还致使麦克二人被迫弃舱离去。二人在空中做着相当完美的 N 个360度自由旋转，堪比世界级别的跳水运动，完美的避开了所有的碎石。千钧一发之际，背包的喷射装置启动，不然就被陨石上的地刺穿成串串。安全着陆的3人随后通过绳索缓缓地下降到舰船内部，看到舰船这般惨烈，是被立场硬生生的撕裂的。随即3个探测装置的带领下，通过如同大肠般的通道中，来到一处简易的医疗室中，看着许多重伤的病患躺在急救舱中。突然的一声打招呼，吓得麦克等人一跳，直接持枪警戒。双方通过简单的交谈了解一些情况，但是由于小行星要与其周围的脉冲星相撞，导致其周围时不时的剧烈震动，4人也没有过多的闲聊，发现舰船上的传送装置还能使用，便选择利用传送来运送伤员以及自己等。发现号这边也做好了接送伤员的准备，伤员一批一批的传送回去。就在传送自己时，电源线路损坏，麦克选择重新接回时，被所产生的爆炸直接震飞了出去。就在此时，剧烈的震荡让麦克选择出去到空旷之地能够联系上。麦克不断躲避着周围舰船倒塌的建筑，但是就在一处路口处被周围的爆炸击晕。缓缓醒来的麦克看到大腿处被爆炸产生的一块炙热的铁片刺中，醒来之后的剧烈的疼痛感使得麦克不得不喊出来以缓解痛感。在痛感之下，麦克出现幻觉，看到一个模糊的红色天使出现。就在麦克想要看清楚时，派克前来救援，看到麦克并无大碍后，便呼叫发现号传送2人。就在此时，麦克手中的能量物质未能传送，看着映入眼帘的巨大黑洞，似乎下一刻就将被吸进去。麦克想要尝试使出黑洞的引力范围，然而下一刻斯波克打断其操作，2人为此展开对其控制权的争斗。但是斯波克的极力制止下，飞船冲进黑洞中。麦克选择放弃，瞪大了双眼看着这一切。然而这些只是虚惊一场的幻境。斯波克在突破幻境之后，坐回位置后再次陷入昏迷中。穿梭机缓缓地降落在这颗拥有幻境的星球上。麦克不知道自己这个弟弟给自己这颗星球的坐标是为什么，但是还是选择下船观察周围的情况。发现周围都是光秃秃的岩石上，却看着不远处生长的花朵被吸引，轻轻一碰，如同害羞草般娇羞。突然，一个大长腿的美女走进了未关门的穿梭机中。这件事告诉我们，出门前一定要随手关门。大长腿的妹子一步一步地靠近斯波克，就在准备下一步动作时，麦克及时回来打断这一切，并让其转身。2人进行简单的交谈，得知维娜表示自己是派克的老情人，与他们19相识，继续到他们则会救助你的弟弟。随2人传送到一处水帘洞中，为了能够帮助自己的弟弟，
塔罗斯人以收取记忆为报答作为条件来治疗斯波克。麦克为了不让其弟弟变成老年痴呆，选择了否定，但是要求先看一下斯波克到底为何而困。在一颗严寒的星球上，红色天使再次出现。数枚武器发射出去之后，看到众多拥有生命的星球被摧毁。接收到如此庞大的信息，麦克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弟弟所承受的痛苦，随后就陷入昏迷中。安全之后，二人回到了发现号，汇报了所知道的一切，得到的仅仅只是红色天使是一个人，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改变未来有机生命体。一艘飞船只身闯入布满雷区的空间中，地雷开始了主动保卫战，飞向飞船，给予一定的伤害。在如此混乱当中，艾瑞安似乎在下载着什么。经过蛇皮走位，还是到达了安全区，地雷也在此时撤退。尽管安全到达，但是驱速系统以及动力系统损坏。31区的帕塔上将与其通讯表示你们包庇逃犯，上边已经下令见到你们格杀勿论，我已经手下留情，决定派人前往31区的基地中，为了安全的撤离出去，准备从31区的电脑管控中获得控制权。但是进来之后，三人发现十分冷清，沿着悠长的过道中一步一步的前进。此时艾瑞安眼中一闪，突然从面前飘过一具尸体，向上一看，还有3具尸体漂浮，重力与气场倒开之后，漂浮的尸体坠落。检查尸体的死因时，发现了其中一具是帕塔上将的尸首，死亡时间估计2周前。派克难以置信地问道：“那我们刚才与谁在通话？”众人陷入惊恐当中。萨鲁给出一个答案，表示在体温感应下完全没有任何变化，这只是一个全息影像。斯波克被通缉杀害星联的人影像也是全息影像，这是31区的栽赃以及陷害斯波克。地利查询艾瑞安的电脑日志时，发现他把所有的存档的数据以及记忆全部存在发现号上，这些都是他美好的记忆，不可能会存储在发现号中。听到这些信息，也就大概明白了管控已经控制艾瑞安，随即下令麦克二人阻止艾瑞安接手31区的管控，管控下意识地控制艾瑞安。然而一掌击飞了男，随即与麦克进行大战，在绝对的硬实力面前，麦克丝毫没有占据上风。在武器的加持下，将其逼入一间舱室内，通过一切得到线索，表明管控想要关于人工智能的一切知识，才能够完成进化，最终毁掉一切有机生命体。地利无法入侵管控中的系统，希望通过感情来打动艾瑞安。在一幕幕的画面回忆中，艾瑞安也只能控制大脑，但是无法控制其心灵，但是依旧在极力控制思维，希望麦克打开舱室的气阀门。一旦管控解锁了眼前的这道门，就会杀了你以及摧毁发现号。麦克心中十分不忍，还想企图破坏大门，重新夺回指挥权，但是时间不站在麦克这边，在那个气阀门的开关处迟迟未能下手。就在此时，阀门打开，艾瑞安被吸进太空中。男选择保护所有人，还是打开了阀门？众人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多年的战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如果时间能够充足，麦克一定能救回艾瑞安。一场庄重的葬礼在舰船上以星联的最高标准举行，众人难以言表的心情对其进行哀悼。舰船上的几人还在探讨如何消灭人工智能管控以及弄清楚红色天使的身份时，蒂莉走了进来，表示我在清理艾瑞安的数据库中发现一个奇怪的文件，里面包含红色天使的生物神经特征标识。众人都在设想会是谁时，蒂莉深深地看着麦克，表示道：“是你。”麦克不敢相信这个事实。随后31区的实际管理者利兰来到舰船，红色天使是我们自己的产物，是20年前对抗克林贡人的时间旅行，担心会被其灭族，为此我们就此造就这件武器。利兰没有选择过多的表达，毕竟这是20年前的计划，早已废除。众人选择合力抓捕红色天使，企图了解更多情况。麦克觉得利兰对自己有所隐瞒，找到利兰单独谈谈，表示我需要你解释这一切。利兰解释到，你的父母也是参与红色天使计划的重要成员，是我让他们驻扎在那个星球上的，你父母的牺牲是因为我的愿望。麦克不相信到我父母只是想换个环境生活而已。利兰继续道，当时的技术就差最后一个核心，时间宝石，为此我选择利用当时的身份盗取了一块时间宝石，但是时间宝石上有跟踪器，当时的我年轻气盛，未能察觉，导致克林贡人跟踪信号去到了那颗星球。麦克听到这一消息，心中先是无比自责，以为当初是因为自己想多逗留而导致父母被害，但是又想到是眼前的人害死自己的父母，不想听其过多的解释。众人紧锣密布地在一块无人居住且充满毒气的星球上安装着捕抓装置。红色天使多次解救自己，而且所有的生物特征也指向自己。麦克觉得用自己作为诱饵来吸引红色天使的到来。众人也十分关心这一切，如果红色天使没有前来解救，麦克也可能在这充满毒气的星球上死去。缓缓地打开天窗，充满毒气的空气瞬间涌了进来。短短片刻，麦克就感受到毒气的灼烧以及呼吸的痛苦。看着麦克痛苦的表现，众人十分心疼，但是又无能为力。麦克渐渐地失去了生命体征。就在此时，红色的时空空间出现，红色天使最终还是出现并解救麦克。
众人也成功的束缚红色天使。麦克看着眼前的人，缓缓抬头，大为吃惊。管控此时控制住丽兰，想要拥有其身体，随后对其注射纳米机器人进入丽兰的血管中，渐渐地充斥着这具身体的每一处。麦克醒来之后，由于身体在高强度的毒气以及辐射暂时无法传送到地面与其母亲见面，随后查看其母亲的日志，却得到的消息是自己母亲曾经无数次想要回到当时时空，但是却无法在过去任何地方逗留。这一时空穿越也直接拉锯了950年的时间点，看到了母亲在950年的世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看到有机生命体的星球全部爆炸，也就表明管控已经摧毁了一切。麦克难以置信地看着950年后的未来会变得如此不堪。剑桥上却得到一则消息，麦克的母亲以及那套红色战甲被困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上。我们束缚的越久，时间回来的力度也就越大。核心的说法是我们现在在与宇宙时间进行拔河比赛，而且我们毫无胜算。我们最多也只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麦克的母亲要求见派克。The Sphere Archive. Without that data, the AI cannot evolve. Time is a living thing.It has gravity and will, and it's pulling the AI closer. 随后要求让其放了自己，但是派克表示拒绝。第一次谈判就此失败，麦克选择亲自来看看20年没见的母亲，但是麦克的母亲没有选择，2人因许久未见面安慰，而催促尽快删除球体的数据。麦克的言语中充满了质问，而另一边则充满着悲愤。自此母女之间20年间的第一次谈话不欢而散。被管控控制的丽兰找到老杨表示，如今麦克的亲生母亲回来了，你就没啥机会获得表现母爱。一顿甜言蜜语的诱惑下，老杨选择帮助他，也是帮助自己。都深爱着麦克的2人面对面的交谈，吐槽着双方的各种各样的不足，言语中处处充满着不屑，与对方多说几句。麦克的母亲对着老杨说道：“你我之间做个承诺，母亲之间的承诺，照顾好麦克。”看着麦克倔强的模样，与自己很像。I remember the white dress you wore the day you graduated. I have been fighting for you, Michael. To get that kid to you. I can't come home now, honey. 每一句的言语中都充斥离别的语气。看着20年没有见到的亲生女儿，这也是麦克第一次听到自己的母亲一直关注着自己。老杨关闭了数据传输，并让泰勒去看看丽兰到底要干什么。泰勒被重伤下通知发现号的派克。小心丽兰！已经变成管控的丽兰亲自出手毁掉了红色战甲背后的时间宝石，立场也被破坏，导致麦克的母亲被重新的回到未来的时间点。麦克想要抓住母亲的手，麦克给出了一条目前唯一的选择。We're outgunned. We can't delete the data. That leaves us only one option. We destroy the ship. 无人能够抗拒时间晶体的魅力，预见未来，以及它能够带人穿越未来以及过去。眼前的女人也没有经得住它的魅力。内心十分纠结，但手却很自觉地握住它，看着自己的亲人、朋友、同事、战友纷纷在自己面前倒下。催动未加工的时间晶体是需要一颗超新星爆炸所产生的能量。想要找到爆炸的行星很容易，但是找到一颗恰巧的超新星如同地利解释道，这颗星球上有着丰富的2里资源，而这位女王拥有着一项超前的技术——重结晶2里。得到这一消息后，便将这位女王请了上来，为其打造如何为时间晶体充能。通过女王的简单计算下改造2里培养，众人也并不多说什么，各自开始了各自对家里人的告别。